我们2个人去垦丁游泳，2个人其实一起溺水，但是我活下他走。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因为那时候才大3而已嘛。因为我一直很记得那个印象，就是我看到小朋友游泳圈，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要拿游泳圈再下去？但是你犹豫了。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到100分，那你为什么要做到90？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多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在影响你。我每一年的那一天，我都会回到垦丁，已经回去30几年，没有1年落过。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过不过得去的问题。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人生被什么牵绊跟影响。那你唯一能做就是，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制作人，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啊。所以他比较，他是幕前的，对不对？他幕前，我们算幕后的。对啊，他是耶稣。没有，我是后置的，后置组，但长片都是我剪。OK， 对，就是我控制内容，对，制作人。是不是？你看，对不对？我们负责。我懂。来，我们今天要来宣传一下白书对在公共电视要上的节目。哎，这是什么时候播啊？3月24。好，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沉睡的水下巨人》。因为有些人说我的标准字有点难认，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还好啊。对啊，因为那时候我请那个设计的时候有四款字，其实我第一款就喜欢这个，但很多人觉得它很难念，我觉得还好啊，我喜欢那个字啊。哎呦，有时候好念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对不对？就叫你去看就对了，你们啰嗦这么多。对啊，而且有时候看不懂才会仔细看，是不是？我觉得你们这一期感觉就是2个制作人在骂观众的那种频率，有这种 feel 吗？有。水下节目很少，而且我拍的要死，好不好？真的是要死，好不好？真的是要死。那个其实拍水下节目其实是会有危险的，对不对？有啊，我好几次就是我跟你讲，我从拍这个节目，我发现人家说你在那个生死关头会那个回溯，真的，因为我遇到一次真的是回溯。那你回溯了什么？回溯以前的事情，我有点忘，就那种快格，你知道吗？一闪那样，真的是这样子哎，真的哦，真的无骗。那你脸呢？出现了什么人的脸？你现在叫我讲，我有点忘了，但是那个就是很快的，好像过去那个真的像一格一格的，因为那一刹那我会觉得说，靠，我明天可能上社会班，因为我那时候在50几米，在水下50几米，50几米大概18层楼往下看，哇塞，18层地狱的概念，18层地狱的概念没错，在50几米的地方，然后你那时候根本咬不住你的那个调节器的时候，你根本吸不到气，开始喝水。哇，那时候真的是我想要完了，然后我心里还在想，他们会说制作人还是说知名制作人？知名制作人，肯定知名，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金钟奖都有看到你，不是都要过世了，一定要加知名2个字，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因为过世了嘛，就对。那你上传以后，你第一个拿起电话，你打给谁？没有什么上传。我那时候这一件事，因为我刚好有个前伴，他回头看到我不对，帮我解决这件事之后，我在水下开始狂咳嘛，咳完以后继续拍，这怎么继续拍？没上传？我没有继续拍，拍完再上传啊。那不是都已经吃水了吗？喝水啊，就咳啊，咳完以后，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在50几米，你要上到船上，你还是要减压，你还是要经过一段过程，你没办法马上上去，没有办法。所以那我既然还要一段时间才能上去，那我不如就干脆把它拍再上去吧。所以我就先镇定下来，然后又咳完以后，我说好，就继续。哇，玩命哎！对啊，所以说真的拍到要死啊！干嘛要这样子？人生难得疯狂，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拍片这样子啊，有时候你就遇到一些事情，只要你挺过来，你就觉得就是你好像一个身上一个那个可以邀功的那个疤，有没有？对不对？像我现在坐在这边可以跟你讲这件事啊，是，对不对？还活着，当然就没办法跟你讲这件事，可能只能飘在这里跟你看。我们关落音。其实遇到过几次啊，我觉得在水下，像你讲的，水下确实有危险啊。对，那所以拍这个节目，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用8K？
120格最高的规格去拍，就是这样嘛。因为你每一次下水，你都有一个无法预测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你不如用最高规格。就把它记录最美好的 moment， 对，最好的影像。你狂咳的那个时候有记录下来吗？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说有墨菲定律？我平常下水，我的面镜上面都带一个那个 GoPro，那一天 GoPro 就没录，真的就是刚好就没录，然后就没录到我那个狂咳那个。我上来第一件事，我上到水面里说：“GoPro， 你看一下有没有录到？”没有，是不是？这种惊心动魄幕后花絮才好看，多好用啊！现在就变成我那个口说无凭。没关系，那你下去再狂咳一次，狂咳简单，那个 feel 不一样，feel 不一样，是故意的，跟那个会害怕的不一样。对，但是有一次我有被录下来，就是我在水下大概30几米的时候，因为我说戴全面镜，我跟主持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水下会对话，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戴全面镜，然后全面镜很麻烦，是你如果要换备用气源的时候，你要把面镜整摘掉，摘掉还有水就冲进来，有没有？对，这时候你要把调节器拿起来呼吸，然后再去摸你的那个面镜，戴上去拍水。然后我那一次本来我们其实不会一般都不会面临这种状态，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那我那一次就是我突然间我的那个残压表，突然我看本来觉得还有20，我应该可以上去，突然一看剩9。我就像你现在的反应，我就剩9，我就赶快游去我那个前导那边跟他说，我就跟他比这样，然后叫他那个给我，我就把它拉开来，然后因为有喝到一点水，就有点渴，然后再装，然后那时候呢，我有一个腹肌嘛，我们另外一台机器，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现在在干嘛。他要是没有录的话，我上去我就把他骂一顿。心里也在想这个，对，那是不是在磕啊？在看他是不是在录？我看他在录，所以后来就录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病，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主持人的话，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件事。对，可是大概只有对，如果是制作人，他才会去想到说这个要录下来，因为后面还可以用。可是你知道当下，你知道那个思绪啊，是完全2条线的，一个是完了，妈的干林北戏啊，另外一个是要录下来。真的就是2条线真的2条路。你一边要处理这件事，然后一边又那个用余光去看他有没有在录。对，这个我懂，你懂啊？这个我懂，我就说你懂，我懂，这个我懂。这是一种蛮变态的一个变态啊！就我剪接的时候，有时候要剪自己，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上聊一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东西我在讲的当下，我知道这一段会剪掉。然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必须要用第3个视角再来看，你会觉得说这个不可以剪掉，是不是？对，就是你知道会，但是你又觉得说不要，我这个不要出去，这样哇，那个很打架，你知道吗？通常你觉得不要出去了，就是应该要出去，应该要对。所以刚刚那一段会剪掉吗？刚刚不会。你知道你会2个去思考，是你到底要给观众什么？对。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有时候不是只是我拍出来好像看起来很轻松，就只是这样，然后哇，好像悠游在这个在水面里面，然后讲哇好开心，没有，不是，其实后面的东西才是更值得观看的。对，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应该都这样。其实我们看的表面，你会看不到后面的。对，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个行业其实都是这样，应该都有很多的付出，可你看不到啊。对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去那个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人会问说，因为我是转行的嘛，有人说，那你转行会不会遇到困难？我说你走本行都遇到困难，还说转行，好有道理，这样蛮有道理的。对，你走本行都会遇到瓶颈、遇到困难，你跟我说转行会不会遇到困难？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你绝对会，你期待一帆风顺，这世界上没这种事。对不对？本来就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你30岁以后转行，对，你本来要出国读书的，不是吗？对，而且我要出国读书的那个题目都选好了。对啊，因为我是做生化嘛，然后我本来要出国去念生物科技嘛，那我找的老师要做什么，你知道吗？用免疫的方式让男生不孕啊？什么意思？免疫的方式让男生避孕。我懂，听起来就打一个疫苗之后，我就可以不会让人家怀孕。对。因为
所有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听起来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吧？这听起来厉害。那时候他们说那个精子的头有一个酵素，它可以溶解那个软的膜啊，然后让 DNA 进去，所以你把那个酵素把它 inactivate， 然后让它就没办法突破那个重围啊，所以它就会没有办法受孕。然后我那时候找好这个题目了，那我那老师呢，他已经在做一阵子，然后他的成功率是多少？88%，88%可以当做避孕吗？就是你如果打了以后，你有12%会怀孕，这哪叫避孕啊？不行，那个不行，那要99%才可以上才算成功，不然这太危险了，太危险12你要谁要尝试12%容错率？所以他那时候是希望去继续研究，让它容到99%。不是，等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我不懂。啊，就老师做了一个，但我觉得这题目要讲那么明白吗？这题目蛮好的。学生还有什么好选的呢？选到老师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题目也蛮有趣。如果当初去，搞不好这个成功以后，对不对？我们也是。哦，那我懂了。那你是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题目，所以你才转行？没有，那时候就刚好在我拿到要去的这个计划，那我们是9月开学嘛，我也去请了签证。本来去哪里？要去哪里？加拿大。哦，加拿大。对，然后我2月想说，我一辈子都待在学校，所以我就2月就出来，我离开学校。我想至少要给我几个月，对，不是学校的生活，然后就误打误撞就进了这行。后来又觉得那我还是留下来好了，继续做好了。怎么个误打误撞法？其实我那时候出来，本来是有一个朋友认识。那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绕地球跑》这个节目？知道。主持人谢家勋嘛，然后那时候他在做一个 member 的那个，他因为出了书嘛，他想要做个 member， 那刚好认识，我就去帮他们做 member， 因为我在大学我在做社团，所以就帮他做这些，然后就透过他，那时候台北之音刚开，然后我就去台北之音帮他们做了节目，帮谢家勋做广播，然后之后呢。又因为台北之音的这个节目，又认识了做电视的人，然后才进了电视，开始进了电视圈，对，然后就是面临一个选择嘛。那我后来选择觉得 maybe 可以试试看别的，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再回去而已，再重来一次而已啊，重新申请一次啊，其实没什么。那这个转换其实也蛮大的，其实从生化研究的，可能都待在 lab 研究室里面的。跑出来完全是做绕着地球跑这种，到处跑做水底下的节目。刚开始还没有进水底下，刚开始还在陆地上。封台湾啊，对，那时候还没开始封台，那时候还很菜的时候，而且我进这一行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30了嘛。你根本找不到工作啊，谁要请30岁的人当助理啊？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一直都接 case， 所以那时候都很容易饿肚子啊。所以那时候比较瘦，你知道吗？这也算一个好处，对不对？好烦。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做这一行嘛。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硕士毕业嘛，已经拿到硕士。然后进这一行最讨厌一件事哦，人家问我说最讨厌什么？最做挫折什么？就最讨厌就是硕士，因为每次人家会说，比如说英文，恭喜怎么拼。不会，你硕士然后说那个华沙是哪一国的首都？不知道，你硕士你知道吗？只要任何不会的东西问你，然后你不会，他说你硕士就是硕士就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要知道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问我生化？对，你为什么不问我精子怎么让卵子吃了那个葡萄糖以后怎么样变成36个 ATP 呢？对不对？你问我怎么避孕？怎么避孕？可以跟你讲100种方法。没有，没有那么多种方法，就是不要做。对，我们为什么话题可以这么问？真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封台湾啊？封台湾是我大概进这一行5、6、7，大概8年之后。这是你第一个自己制作的节目？没有，其实我开始做大家比较清楚的应该是那个，我开公司之后开始做第一个大家比较是美凤有约。美凤有约是美凤有约是什么？我从第1集做到3000集，真假？救命啊！3年我做了10几年。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梳化妆从小姐变成2个孩子的妈，吃了3000家餐厅，从国内吃到国外。你是这样吃来的吧？你说吃出6块肌之类的。哇，所以你美凤有约做了3000集，3000集，然后后来再做风台湾。对，然后做风台湾之后才转到水下，从那个水下30米开始。为什么转水下？因为陆地玩完了。有一部分这样，风台湾我其实做了大概也10年有了，就做陆地上我真的做很多，从有约一直到风台湾，我其实常常做到最后，有时候拍风台湾，我们风台湾1集我们拍7天嘛，有时候我1集就要环岛1次，所以你到最后其实真的去过很多地方，然后陆地上拍一拍，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瓶颈。然后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巴厘岛潜水。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潜水，然后巴厘岛潜水的时候，然后朋友说：“我们来做那个，他想要做一个水下的节目啊，都没人做。”我说：“好啊。”他找我合作，我说好，然后就找了一个电视台，然后就开始做企划。我说好，那我来写完企划说，那我们去递补助，文化部的补助嘛。我说好啊，递补助，就去递了补助。拿到补助了，他拿到补助拿到30%，还差70%，70%谁出？电视台这时候说他不愿意出，然后我跟我 partner 他说他可能没办法，他还是摆 case 领钱就好。那怎么办？我已经拿了补助了，好吧，那我来做好了，就开始做水下。所以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做，从这里开始转进来水下，然后拍水下之后，才一开始拍就是觉得不要跟人家一样，所以就一开始用收音水下讲话，我就让主持人水下讲话开始。然后一路这样走过来，因为水下30米比较像那个啦，比较像旅游啦，潜水旅游。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又从水下旅游变成水下实境，就是那个决战水下伸展台，然后从水下实境再转成纪录片。其实纪录片是我第3个 step， 那其实最难拍是这个。对，有的人可能觉得实境比较难拍，没有，其实这个比较难拍。对，所以。这是我等于第3个水下系列的第3个东西，对啊。那你现在负债多少钱？我已经少了一栋房子。讲到这个喝酒了，喝酒，对。主持人果然懂得一针见血，是见血。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制作人或是导演，他在投资一部剧的时候，或是投资他想要拍的东西，任何他没有自己丢钱卖掉一栋房子，没有任何一个是例外，真的哎。但是其实我后来我也不会觉得很后悔这件事，因为我上次我记得我在一个那个 workshop 也讲过，就我们做了20年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20年你没有一个版权，那很恐怖你做了20年，也许你赚到钱，可你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的，没有一个东西你有版权。其实那一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我帮你卖，没有，所以我后来就说，算了，我就开始做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走的算早，因为我大概这件事7、8年前开始做，其实现在这个大家都往这边走，因为电视台你用代工其实很难，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虽然少了栋房子，最多就露营嘛，什么了不起？帐篷这么便宜。对，那当乙方的好处就是相对的风险比较小吧，对，然后可以这个有相对应的收入，比较不需要扛风险了。对，大家自己当甲方的风险就肯定是大。其实我常常觉得，就是人生不可能没有风险，没有风险人生很无聊，没有风险人生就真的就四平八稳嘛。那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喜欢你也 OK。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一定有风险，不可能没有风险，你就是要付出那个代价啦。投资理财一定有风险，投资自己怎么会没有风险？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我刚才想这句话没有想到，风险要自己承担啊。没错啊，听起来我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好像是需要在人生不同阶段一直给自己突破的一个人。你觉得这个突破最大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你每天起来，然后你有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你仔细想，你会不会想到我的前面有一个什么事情，我想要做到的事情？那个好像是一个驴子前面的胡萝卜，
让你一直往前走。那我觉得那个胡萝卜不见的时候，你就停在那里。那对我来讲，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永远会有一个目标在那里。我不管我做不做得到，我觉得我喜欢前面有个东西，那个是我一直往前走的动力，也是让我觉得我每天会觉得不会觉得很 lost 的那种，不会很失落的。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了。我永远都会有一件事情在那，比如说我刚进这一行，我会觉得说，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制作人？那我一直在帮人家当编剧啊，当企编。好，你当制作人，你会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我想要做的节目？然后你会永远都有一个目标在前面，那目标就会驱使你一直往前走。我可能从来没有过没有目标这件事。我有一阵都觉得说，我们人啊，就平常我们走在路上啊，这样顺顺的走啊，然后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走在陆地上顺顺的走就好。但是人就是很奇怪，过一阵子就一定要挖一个洞让自己跳下去，然后再想办法从洞里面爬出来。没错，但是我觉得人其实就是这样才有趣啊，就是你才会有不一样。就是你如果要顺顺的一直往前走，也是一个路，但是它就是一个很平坦的路。对，那看你喜不喜欢咯。白叔听起来就是也喜欢挖洞给自己跳。对，我可以感受到，有感受到了。我们也是属于那种很喜欢挖洞的。我以前都常说，我如果有孩子的话，但我没有。我如果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你要讲故事给你孙子，你到底要讲什么？就跟他说，我一帆风顺，领钱领到老，讲完了，对不对？我觉得那真的很可怕。我宁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有听到你受访的时候有讲过这一段，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跟我一样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承受这个压力跟承担这些责任，为了就是有一天那个商业周刊来采访我的时候，我有故事可以讲。是不是精彩？殊不知，因为一直都在负债，所以都没有商业周刊的采访你。不是，我们是在做准备，在做准备。对，我们要准备，不然等到那一天，对不对？都没东西讲，多无聊。对啊，故事又不是凭空捏造而来，它都是累积而来的。故事都是累积而来的。是啊，一回头看，我的人生还蛮精彩的，对不对？对啊，帅。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才叫丰富，丰盛组的啦。对，换个话说就是亡命之徒。如果是往那一个方向，就是亡命之徒。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跟我们同学去混的话，对，搞不好也是大伟的。我跟你说，爸常有个歪理啊，什么？他很爱赌博，然后我就每次很生气，就跟他辩论。我说啊，你如果赌博你会这个致富的话，那我现在就郭台铭了。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做生意嘛是斗啊，对不对？你嘛是你的人生嘛是安尼，你嘛是斗啊，对不对？好保镖嘛都会。有什么无同款？讲你嘛对呢。听起来其实蛮有道理的，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过程不一样而已。对，过程不一样。其实你走这条路，你也是亡命之徒。你看你房子少了多少栋，你都觉得你露营都无所谓，你还不是亡命之徒？我以前很疯露营的时候，我真的车子后面都放个营帐我有一个人去露营我们车子本身是露营的车子，你们是算高档的。我们有一阵子是那个游牧民族，开到哪睡到哪。还没开店之前，就是开到哪睡到哪，觉得蛮不错的。其实蛮好的。我们没办法，我们一个人觉得好悲凉然后人家会以为你烧炭，就感觉你在拍那个 Into the Wild， 有一个男生跑到阿拉斯加野外求生。对。你是一个觉得就是你很享受寂寞的人吗？我觉得不叫寂寞，没什么好享受，你就能不能适应。其实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开心一定要你有办法一个人开心。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开心，两个人不可能开心。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你是两个人才会开心，表示你把你所有的快乐都建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要这一个人压力很大，但对方就压力很大了。我以前有个理论，就是爱人跟被爱哪一个幸福？你有想过这个问题？爱人跟被爱哪一个？我不能两个都要吗？这你要选，大人才做选择，我是小孩。喝酒。等一下，怎么不行哦？那我继续讲，这样酒就真的会不够。不会，爱人跟被爱哪一个比较幸福？我仔细想一下，你想一下，我自己是觉得爱人比较幸福。那你嘞？爱自己，没有第三个是？这个都，他是不是都很会那个闪避？他完全没有要跳入你的框架里。真的吗？对，不行，一定要跳。不是，因为
被爱跟爱人，如果只选一个都不幸福啊。我只是一个比较。那你要问相对来说，相对来说，对，相对来说，相对来说，爱人跟被爱哪一个比较幸福啊？我觉得爱人你觉得爱人哦？哦，你也觉得爱人对不对？我觉得爱人，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论是说，如果我有能力爱人的话，这表示我自己已经把我自己搞得还不错了，所以我有多余的能力可以啊。你呢？你觉得为什么？跟他是差不多，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就是被爱，我觉得是一种压力，因为我不确定他爱我的方式我要不要。其实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就是说接近你，就是说爱人是你的选择，被爱不是你的选择。对啊，被爱是被选择。对，所以你可以决定你爱这一个人还不爱这个人，你可以付出，你可以去给他，但是被爱者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你就是爱他嘛。所以其实那当然你被爱跟爱人能够在一起的话当然最好，但没有办法在一起，其实爱人是比较幸福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懂得自己生活，因为你要自己爱你自己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爱一个人。不是，等一下，你中间有一点跳了，为什么会比较豁达？对啊，因为你爱人比较幸福，你就不会觉得我一定要被爱啊。哦，你要爱上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吗？我觉得蛮不容易的耶，因为我觉得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到这个不算太老的年纪呢，对爱人的时候想的东西就很多，因为你不会再像这么单纯，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样子。现在你的很多模式已经被固定了嘛，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你会考虑到你怎么样去生活。爱人的那一刹那很容易，可是你要一直生活下去，蛮多问题的，对啊。我其实刚问寂寞那一题啊，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问感情的寂寞或者是与否啦。我其实不是只有单纯问这个问题，那还有什么？它是总括的。因为我前一阵子就跟他讨论了一件事，就是我也是那种每一年我都希望他是我自己是有进步的。我前面是有一个目标，我要往那边去。那跨的大步小步其实没关系，对，但是我一定要有一步。然后那一步大小无所谓，我觉得对我来说，你知道，寂寞是生命的本质。我觉得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人都是寂寞的啊。某一部分来讲是某一部分来说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不甘寂寞，所以我很想要，你知道，我要突破的一件事，对，我一定要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一直去突破。所以当我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在说那个享受寂寞是这个状态哦，对，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在感情上的那种。其实享受寂寞应该是说，我不知道对不对，是你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不是说那个寂寞的概念，而是你能不能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懂得去生活。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需要这件事情，就你懂得你一个人的生活，那你就不会依赖另外一个人嘛，因为你懂得你一个人怎么样开心嘛，就像可能回家里你工作完了，你回家里，然后开瓶白酒，看个剧，你也很开心啊。然后或者像我现在我有在练那个萨克斯风，然后我们有一个萨克斯风团，那有时候我们假日就会聚在一起练团，你也很开心啊。就是你会懂得你怎么样去处理你一个人，那这可能这就是可能跟你说的我不知道一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你懂不懂得去 handle 你自己一个人。我觉得类似的，就像爱因斯坦说嘛，这个孤独是一种愉悦啊。就你知道他就可以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但爱因斯坦有没有结婚？他有结婚吗？有啊，对，所以他没有资格讲这句话。我跟你说，有结婚的人才会明明白白的知道什么叫孤独是一种愉悦，因为你被小孩吵到，我很想独处，你就知道有多愉悦。那叫做有选择，对不对？那叫有选择，你可以，超愉悦，你已经有了这件事，所以你说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是好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他是教微积分的，然后他是从大陆过来的。他的我听说的故事是，他女朋友留在大陆，然后他一个人过来，所以他撤退的时候，他女朋友没有跟着撤下来，所以他女朋友留在大陆，他自己过来，他就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就一辈子就教书，一个人生活。那我觉得他就有资格讲这句话，因为他没有结婚啊，他没有那个第二个 option， 就是像你讲，哇，很吵，我真的受不了，我想要去享受寂寞孤独啊，享受孤独，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完全的孤独的这件事嘛，对啊，所以
我觉得那个其实有差，所以你们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有结婚啊，但是他可能就是一直都在实验室里面没有回家，但是他妻子，不然怎么会有伟大的发明？那是他妻子寂寞，不是他。他孤独是一种愉悦啊，然后他寂寞啊，不一样啊，你懂吗？因为所以他没有回家孤独顾小孩，是一种愉悦，这个本身还要去讨论它到底有没有造成别人的寂寞这件事情。就是很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就跟我不知道说什么，我都快被气到忧郁症还是什么什么，他说 ：“No， 你不会忧郁症，你的躁郁只会造成别人的忧郁。”说得好，你是躁郁，别人才是忧郁。就类似这种所以难怪爱因斯坦弄的是相对论的对嘛？啊，这是相对的，这是相对的问题啊。所谓的孤独跟寂寞都是相对的。对，这个是真的。孤独跟寂寞是相对的。对，哦，这句话不错。所以你是孤独还是寂寞？既孤独又寂寞。你完全活在相对论里面。所以你没有打算要结婚了吧？应该。现在到这个没有很大的年纪，你也不会想太多。今年是几岁？25。我说25真的28，至少有28了。哎，不然怎么可以做这个节目？哎，这个节目很耗费体力耶，不开玩笑的，动不动要潜到水下50米，哇，那不是开玩笑的。50米。对啊，52米真的有点可怕。我每次下52米，因为要背三瓶，就觉得有压力。三个气瓶，而且我们现在背双瓶的话是50公斤，所以你是背50公斤。我那一天就上礼拜吧，我去垦丁，然后上来的时候我背了3个瓶子，后面50公斤，再加侧边一瓶大概20公斤，所以大概70公斤。然后穿着蛙鞋，然后因为有点浪，所以我就出水面，我抓到楼梯，我就想，通常我们是要把单瓶解下来，让它拿上去以后，蛙鞋脱掉，再走上去，所以你就只剩50公斤。我想不行，那浪太大，我不想要在下面解，我就3个瓶子再加蛙鞋就爬走楼梯，哇，爬上去，他们就吓到，他们就看，哇塞，你还好吗？浮出水面那一刹那，那个很重很重，爬上船的时候真的很重。你说耗体力确实，还有在水里面，其实那个热量消耗很快。是哦，我有个朋友他也是拍水下的摄影师啊。你说虎哥吗？对哦，袁旭虎。对。我看他瘦的跟鬼一样。他是真的很瘦，我认识的那个谁，那个教练都很胖，因为上来以后肚子饿，然后一直吃啊。哎，可是白叔，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你做了3000集的《美凤有约》，对，然后你就是全台湾一吃嘛，不这样，然后你后来再继续做疯台湾，就你知道一直疯台湾就一直玩，然后你现在是要这个所有的海域你都去一趟吗？我差不多都去过了啊。有的地方我跳很多次。可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刚刚问你说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嘛？算吧，对不对？对啊。你在每一次做节目，你都是想要把另外一个东西玩到更透。我会觉得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什么是不一样呢？它其实很笼统啊。其实你摆脱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摆脱你的舒适圈。比如我做有约做疯台湾，其实是另外一个跳脱。你知道那个叫吃完，已经觉得哇，这个是舒适圈。在陆地玩，陆地玩完之后，它是一个舒适圈。对啊。再往水下去玩，就是舒适圈。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下一个就往天空去了。你要开始去外太空，想过去滑那个滑翔翼或者是之类的。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有点，我还觉得有点害怕。就舒适圈。没有，我觉得其实做节目做到最后会有个你习惯的节目模式。那我觉得你要打破那个节目模式其实有点困难。那我喜欢是做的时候，其实跟做 research 很像。我常常觉得做节目跟做 research 很像。做 research 就是你希望做一个 unknown 的东西嘛 ，unknown 的东西变成你去解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这是做研究的一个基本标目。对，做节目其实也是一样，你是把一个本来想象的东西变成实际嘛。对，只是做研究你要做一辈子才会一句话。对不对？那个做了一辈子来说，哦 ，DNA 是双螺旋，对不对？就做一辈子嘛，就一句话，就一句话成就，对啊。但做节目就比较快啊，你就是想好，哎，我做完放上去，对不对？好坏立判，对不对？高下立见，然后结束，再换下一个。那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所以我常常觉得说，那既然本质一样，我就是做实验的概念，就是你能不能一直做unknown的东西。
就是比较没有人做，所以其实我们这些年我在做，应该不管是像我水下有30米也可以继续做啊，但我怎么换成实境节目，就是再换一个东西没有人做过的，那我们再做一个沉船，又是没人做过。像我们这次沉船，我们做了一件操作是，好像我知道的世界上也没人这样做，就是我们把一个那个自由潜水员，他是不带装备的，我们把他带到沉船，大概30几米或40米的地方，用水下供气，他在水下游。但是它是没有气的，它必须我们水下供气啊，它不能上去，因为它上去的话就会有那个潜水夫病，会有减压症，所以它不能上去。它等于是在没有水肺的情况、没有气瓶的情况下，在做水肺潜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比如说我要你 A 游到 B， 那我要 A 你吸气在 A， 你要游到 B 还有一个人在那边等你，你要到那边以后再吸气，所以在水下就会这样做。然后或者是你要去游去再游回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边给你供气，我拍的角度你必须游去再回来，或者你游去之后再回到我机器的后面去吸气，所以那个就要 organize 的很好，就是所以有时候会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我以为 B 的人应该要到那里，就 B 的人没过去，就是他从 A 点游到 B 点，发现没有人，哇塞，要赶快再踢回来，所以我那时候吓到，我看到怎么你还在这里没有过去？所有人都往他冲，然后他往回游，然后去吸气。所以我们又做了这个操作，去把这个人带进沉船，包括船舱。船舱是他进去以后，他没有气哦，因为我拍你船上不能有人嘛。你拍完以后，你必须要出船舱来找你的气，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很多危险，其实很危险的，很多风险。你是玩命吧？对，但那一次是玩别人的命的，就是。好烦。对啊，那你觉得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你只是可能为了要让那个画面里面没有气瓶吗？其实是要为了让画面更美，更好看，更能表达一些感觉。是，就是我当然可以一直拍着拍空景的方式嘛，主观一直拍，但是很没 feel。那我放一个人进去，而且没有气瓶，自由潜水那个很身形很漂亮，然后你在那边游，那人跟沉船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感觉就会出来。所以其实某部分就是为了，所以说你说挑战，它其实就挑战。你知道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幕后人的思维，完全就是其实在这个4方形的荧幕，你把它剪出来，没有人会看到这些东西。没有人。但我觉得那个背后感觉像是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一直想要去突破一些极限跟框架，对，不要让现有的这些限制去把你绑住的那种追求。就你想要拍到一个最好的东西，那你要多用力去往这个方向走，还是你碰到困难你就往后退？这个其实是一个挣扎嘛，就是我当然可以拍很安全的方式去拍，但我会想突破这件事。当然，这中间其实不是很鲁莽的说我就这样做，不是。当然我们挑，比如我们挑的潜水员，他一定是非常有经验，他会一定非常厉害。然后再来，我们会告诉他，你不能够让你的气用到最后一口，你一定要留一个状态，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气，我可以游回来。你要保持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永远可能用他1/3，因为我可以分段拍嘛，所以他不需要把它用到。那当然，这个你一定要 organize 好，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会想要去突破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会是那样的动机，就是你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对，因为我觉得做节目这样，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到100分，那你为什么要做到90？对，就你至少你要做到99嘛，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做到100，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因为你要做到100，不要说100，做到80、90，你一定会越来越多的阻力。那你如果就没关系，80就好了，可以过，那你就是80。对你想100，你永远都80。那我觉得做节目应该，我们想要100都不会到100的，对，更何况你做80就好了。这部片难拍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其实我的概念里面，我也不认为观众需要懂，对，观众你就很直觉嘛，对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有一个做康熙来的执行，然后那时候有一期吧，大概
网络上觉得那集不好看，有人就讲说哦，这节目怎么不好看啊，怎么的，还在下面喷啊，你们说我们做了爆肝啊，然后做什么，你们却在那边只会批评，后面就一坨人在骂他。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后面怎么做，其实观众也没有必要为了你很辛苦而看。我也不觉得因为我做的很辛苦，所以观众要看，因为本来观众就没有这个义务嘛，对不对？他没有这个义务啊。你去餐厅吃饭，因为厨师很辛苦，所以你觉得好吃吗？不会啊，厨师辛苦是你家的事，好不好吃又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你厨师可以做得很轻松，但是饭很好吃也 OK 啊。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讲这一些东西，会觉得说他很辛苦为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都不会是观众要不要看的理由。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是自己想要对自己的承诺嘛？我会觉得是一个你想要做到的事情。其实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从来没跟人家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跟大海这件事情是有某部分很莫名的连结。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们2个人去垦丁游泳。我本来是要去看景的，因为我们后来下了水，他走了。那我活下来，所以我们2个人其实一起溺水，但是我活下来，他走了。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因为那时候才大3而已嘛，然后一直延续到我就没有再碰太多海，到现在突然莫名其妙我开始做30米，又开始做这件事情，一直做到现在。我在伸展台得奖的时候说过，我说我把这个奖献给他。其实我做某部分这一个影片，其实最后我也想做这件事，就是说，其实那是一个连结，就像当初我们出事的那个海，我到了做已经30几年后，我才再下那一个地方。你再下到那个海的时候，其实那感觉很不一样。就因为我不知道你理解我意思吗？当初出事的海，我懂。过了30年后，你再下那个海。30年前，其实在这30年来，我不太敢下那个地方，因为那是种我不会形容那种感觉，那是种一部分是亏欠，一部分是恐惧。为什么你会有亏欠？好，这样说好了，在那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溺水的时候，其实我是游回来。我游回来以后呢，我当然我会害怕嘛。其实人就这样，当你发生事情，我回来之后我是害怕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那个海域也没有很多游客，只有一部分的游客。我看到小朋友游泳圈，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要拿游泳圈再下去？但是你犹豫了，因为你刚游回来，你懂吗？你刚溺水，我懂，游回来吓都吓死了。然后你看到了游泳圈，你觉得我应该拿游泳圈再下去，可是你犹豫了，然后他就走了嘛。所以那是一个亏欠。然后再来是我回到学校之后，有一天我有一个微积分老师我们从气管下来嘛，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我，然后说哎、你是某某某那个李锦白的，我说对啊，我以为他记得我很开心说哎、老师你还记得，因为我是那时候已经大4嘛，然后他是大1教我的，他说哦你就是那跟谁去自己回来那一个。我就愣住，你知道吗？那就真的愣住。哦，原来大家是这样想的，你懂吗？原来大家是这样想。我那天就那一天我回去之后，我就再回到，我就没有再上课，我就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就在想这件事情。这句话对你影响很大，对不对？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的亏欠其实是来自于老师跟你说的。没有，我觉得其实都有，就是你可能某部分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做一件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当很多人会说其实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做了，可能你2个一起走，很多人非常有可能，但那不是一个重点。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知道，比如说你就知道做某件事不好，但你还是会做某件事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直围绕在这个东西，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从哪一个道德面去探讨这件事？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过不过得去的问题。其实这无关。其实道德来讲的话，
我不觉得是跟道德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有一种道德的谴责啊，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自己回来把你的同学丢下了？哦，对，那是你没义气。过了这么多年，你相信你当年是做最好的选择了吗？我其实一直觉得我应该拿着下去的。说真的，当然我可以我知道说这样讲其实不是一个但是我心里是那一个东西，我是一直觉得我应该这么做，这么就是，所以其实又拉回来，就是当我在做海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海域里面曾经的，所以我其实要提的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生命其实有很多奇怪的连结，就是你走了很多路之后，你突然又回到那个点，然后回到那个点之后，你不知道是不是当初埋下了什么原因，然后你到后来你又回来这个。如果我没有做这个节目，我不会再下到那个海域，我绝对不会下去那个海域。做节目一定会有一个，就是那个你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情感是放进去的啊。对啊，某种程度上，否则你不会去做这件事。而且那个情感有时候你当下你可能说不明白。对啦，对，然后你可能要你知道透过某一些什么，然后去把你的思想中心思想再把它整理得更清楚一些些。对啊，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多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在影响你。对，你有时候不会知觉，在某些事或某一件事或某一个 moment， 对，它可能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你不一定会感觉到。对，我觉得那个影响其实是就好像绕着你，然后会离开，然后就会一直跟着你。但你说有没有很大的直觉？就比如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不会再嚎啕大哭啦，你不再会做这件事，可是它永远都会。有些事情就是会一直跟着你，它会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吗？是，对你来说，我每一年的那一天，我都会回到垦丁，已经回去30几年了，没有一年落过。它对我其实影响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你生命中没有办法磨灭的印记呢？因为你永远都不会忘掉。其实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记忆是不会褪色的，你知道吗？就我们现在讲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他跟我讲的就是不太会有太多的波折，但是它就是一件事，它这件事会一直跟着你。对啊，没有。当然我讲回来，其实我是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人家问说人生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像我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是我想要让我人生过得更精彩？会不会我希望活 double 的人生，活2个人的人生出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会这样想。或许你不是真的爱冒险欸。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有的时候这些事跟着你，它不见得你会搞得很清楚。对啊，对不对？因为我这样听下来，我有发现，我感觉到一件事是，我觉得你用了这一辈子在去弥补你心中的那个亏欠。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说你说亏欠，就像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不会用有些言语来讲这件事，比如说你都活 double 人生这件事，我只是一个问号，但我不会用肯定句说我再这样做，而是一个问号，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有2个人，他走了，然后剩我1个人。我那时候骑摩托车嘛，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要到警察局，所以我到警察局去。到警察局去之后要做笔录，做完笔录之后，我都印象深，因为我全身都是沙子。然后警察就说：“那你先在外面。”我就站在外面，他把我冲干净，他就拿水管冲我身体，就是我站在那边，然后让他水管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个很清楚，就是我摩托车停，然后他拿水管冲完以后，然后我才进到警察局里面去做笔录。然后做完笔录之后，要等他家人来，让警察告诉他走，然后接着到殡仪馆。
到那个停尸，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冷冻，然后完了以后我剩一个人，我身上没钱，那时候我家人要到高雄跟我会合，我在垦丁，那时候交通没那么方便嘛，所以我要找一个计程车，我没钱，我记得我那时候把我的身份证跟表抵押给他，然后让他载我去高雄，然后回头我再去拿钱之后再去还他。就是你这一些人全部走过一次之后，然后就这些事情就会记得很清楚。对，在那个时候才大三。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他的家人有责怪你？有啊，有啊，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就是我说的嘛，两个人去，一个人回来。我可以理解，我说真的，我可以理解。当那个时候你觉得所有人都责怪你的时候，没有人原谅你，那现在你原谅你自己了吗？我觉得蛮难的。我其实也不会觉得大家在責備我，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可能觉得有些旁边的人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这样子，而且在我们那个年纪，其实大家不太会讲什么话嘛，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所以这个我没有觉得旁边都在责备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因为我一直很记得那个印象，就是我明明看到一个小朋友的救生圈，我为什么不能拿着他下去？这个是很难过去的啦，因为那它影响到是一个走掉跟不走掉的事情。所以就因为这个画面，所以你也那个画面我永远都忘不掉。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画面，你一直都在责备自己？我觉得现在其实所谓的责备，可能有一点太much， 但是你很难说这不是一件事，你很难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没有办法这样讲，对，因为那个海域我每一年都会去嘛，但是我其实不太敢碰那边的水，就你会有一个很深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宿舍里面睡觉，然后睡半夜我就是侧躺面对墙壁，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以后，我突然觉得我同学在我后面，就我觉得他在我后面，不敢转头，我觉得那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敢转头。那为什么不敢转头？就是我觉得某一部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他其实跟我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对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跟海洋的一个连结，有时候我会想到说，他会不会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埋下一个原因，然后让我在未来又连接到海洋这件事情。那片海域其实真的是我做节目之后才又重新下去的海域。其实我觉得面对像比如说这些意外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可以改变过去，对，然后试着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年如果怎么做，结果就会不一样。比如说亲人死亡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走掉啊，或者是像你说的，就是朋友不幸的过世。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去后悔说啊，我如果当年做什么事情的话，会不会他可以有更好的结局？会不会了？就常常我们都会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有身边亲近的人走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妈以前就会想说啊，这个阿嬷过世的时候啊，如果之前我可以不要对她这么凶或是什么，那会不会更好一些？那我觉得这个是人类难免的。就是你避不了会去回想会去思考的东西，对。但其实很多时候过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能够创造的其实是未来。听到你在讲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其实你一直在试着去突破或者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试着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未来？也许因为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去嘛，那我每一年去，然后去完以后，我可能会去他的高雄，他的那个放他骨灰的地方，然后再去拜拜嘛，就像上香。就是你有时候就会跟他讲，你这一年，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会变成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感觉，有时候变成它是一个出口，或者是它一个
你好像在 report 你这一年这个生活大概怎么样，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它有时候somehow变成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我觉得，对啊。我们在节目上经常去问别人说，你人生的遗憾会是什么，或者是你人生有没有后悔的事情？他其实当我当下在问的时候，他有时候是很难在当下你就可以回答的，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不晓得那是你的遗憾。那为什么呢？那个是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知道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很清楚那个是你的遗憾。可是当你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遗憾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我常常在自己在思考自己的过往的时候，我可能也有责备自己的地方，然后我也有遗憾的地方。可是我责备自己的地方，有很多时候有很多幕的画面，是我对于他人我是难以启齿的。为什么？因为我还在责备我自己，我根本无法原谅我自己。然后我很怕我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因为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是你自己根本没有原谅过自己的一天，没有把自己放下来的那一天。那我们在面对往后的未来的日子，即便这些东西它都还是牵动着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更破碎化，因为你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然后你就是被牵引着过去。整个的脉络它其实是有的，可是你自己的意识是非常的破碎的。我时常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因为我每一次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跟我的过往的经历是有关的。它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是因为那个。可是我发现我在整理我过去的脉络的时候，其实它是破碎化的，我整理不出一个中心思想来。可是它是有的，它不是没有的，只是在很多很多这种我的理性的思考跟我感性的思维里头，我整理不出一个最清晰的那一支脉络。这有时候很难就找到一个答案说，就给他一个定义，就这样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很难很难。其实这个是在理解自己跟面对自己的过程。我觉得我比你幸运的是说，我很清楚，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遗憾，跟我也很清楚，它是我会觉得我过不去的那个坎，就是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当时的处置这件事情。这个我很清楚，我也接受这件事。对啊，你没有比我幸运，是因为你的事情比我还要大，所以它比较清晰，好吗？所以我比较，但我觉得因为清晰，所以我很清楚，我接受它。但是我比较，其实我很少去提这件事，就是说我有时候会很怕，就变成当我提这件事的时候，对别人来讲会变成一种矫情，或是恶毒伤害。你懂意思吗？我懂。我不是要去用这个去得到些什么，没有。对，但是有时候别人会认为说，我是不是透过这些要去，因为你讲多了就变矫情了，所以很少会去提这件事情。只是今天刚好不知道我要讲到海洋，我就想到这件事，就是那所以其实我很接受这件事情。我刚刚会觉得不明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是产生什么多大的影响，因为你路一样在走嘛。其实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停止我的路，我还是一样在走。我不会说什么什么颓丧啊，什么不会，我还是一直往前。只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像你讲的，可能也许我个性根本没那么爱冒险，也许我最适合就找一个安定的工作，娶个老婆，生一堆孩子，然后过完这样过完。但是我不知道，也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回溯嘛。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就是接受你人生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对你产生的一些改变也好，或什么。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安排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测，或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它就会一直顺着这个走下去。像我其实以前我一直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以他的名字来告诉人家，
那以前在做研究，我想说，那我就研究可以拿到一个什么奖，我可以在上面说，我要把这个奖献给谁呀、对不对？那你做这一行以后，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是用金钟奖去告诉大家说，我把这个献给我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有一天你就有了这件事情。那这些安排，其实你无法理解的，我觉得无法，它就是一直在往前走，对吧？就像我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又下到海里面，是用海洋的节目来献给他。我本来想说，那我可能是用其他的节目的概念，不是，就刚好是海洋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时候想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对，但这也是人生比较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其实不一定要，它不会完美啦，它也不会是都就像不会一帆风顺，你也不会不遇到挫折，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让它变成你可能动力跟你的丰富的一个部分，对啊，人生真的不会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不可能。然后它很多时候，你的遭遇、你的际遇，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对啊，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想办法，比如说努力，或者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到最后会走到哪里去，其实很多时候说真的不知道。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真的不知道。所以就积极的去面对它。其实因为你其实积极的面对，就是你去想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你好好的往那边走，去面对它。那一定会有挑战，有辛苦，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不会是这样子。那你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但我想一想，我其实也算命大哦。还算命大，那时候遇了，然后接着拍这个片又遇到好几次，对，而且就是跟水有关。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跟白叔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他虽然以28岁的高龄，你的做人真好，然后永远有一个18岁的心态啊。这个很不容易耶。我说真的，他有一个那种，你知道，就是28岁的老顽童的感觉啊。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迷惘啊，因为性格上的不同，所以他就会有不一样的面对的方式啊。对啊，你知道，因为白叔是个有情人呐、有情人，对，就是比较重感情哦，感觉对，感觉是个有情人，比较用台语讲就是较重情啦，情放的秀情，情放的很前面了。对，台语听起来较有感觉，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么，你知道，其实你看白叔这样看起来那么一个硬汉我个人觉得直男，铁汉柔情，不是他就是你知道那个体内大概就是峰回路转，有峰回路。他今天来之前他说哦，白叔看起来应该是感觉上情绪很多的人，真的吗？对啊，就觉得啊，对，其实常常躲在棉被里面哭都练字。哭啊，你哭倒是还好，你比较会想比较多吧？来，对啊，喝酒，因为我觉得生死的议题永远是最难的。对人来讲，生死的议题永远是最难的，因为至亲过世跟好朋友过世，我觉得永远是会在我们很年轻的心灵上面留下一种没有办法磨灭的印记。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困难的。我觉得年轻就离开的生命都很遗憾的。对，每一个都遗憾了，真的很年轻，因为每一个看起来都超有才华的。因为未来就是一个希望嘛。对啊，我觉得对于那个还没有走完的未来都是一个希望。对啊，就像我那同学长得很帅，很像林志颖林志颖真的很帅啊，他真的很帅。我们以前都是不是以前都一起去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个还有比赛，这肯定的。我说这妹看谁先把到，谁先牵到手。对啊，然后他过来就说：“我牵到。”我说：“我刚才牵到。”像白叔讲的，就是真的是年轻的生命是最值得期待的，对，是真的，因为它代表了太多无限的可能性。对，而且我们的习俗是，如果你的年轻就走的话，你的父母要在棺木上打你嘛，对，就是象征你不孝嘛。对，我记得他说他爸拿那个打棺木的时候，他爸说他这一辈子没有打过他，唯一一次。哇，伤心，很伤心。shit，对，年轻就逝去的生命真的是会让人很多遗憾。对，
都是万喜的啦，这绝对就不管怎么样都是。所以我说我可以理解他家里的想法，这我真的可以理解，我觉得很完全正常。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反正我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其实比较想分享，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人生被什么牵绊跟影响，那你唯一能做就是好好的往前走，然后正面的往前走。我其实比较常用一个角度去看这些所谓的牵绊这个东西，是我其实觉得人如果活着没有牵绊就好可惜。如果有一些牵绊，有时候可以让你活得更深刻，变一个动力的人。它也有可能是个动力的来源，有可能是一个就讲 motivation 嘛。那你活着，你会觉得说那些深刻的情感，或许是你再继续往前进的一些动力啊，有时候是这样。那你活得深刻吗？我觉得我非常深刻从你们楼下那个装潢开始还不深刻，我从楼下开始看就觉得哇，你们这个活得很深刻。我每一个装潢每一个地方都有巧思。我觉得我算深刻，我只是不常讲而已。但是我的深刻是处在于内心这个独白的时候的深刻，是这样，不见得要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人最有趣的是，不管我们的情绪也好，我们的感受也好，它永远都不是语言能够一语道破的。它的丰富性应该是能够飘散在空中，你讲到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自己去感受后面的那个东西。对啊，你如果讲完了，就是我可以用100个字把我现在的感受全部都描述完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空间让我们去想象跟感受。但刚刚讲说意会言传的，就是这也是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部分我是希望用音乐去带，就不一定要用。有时候我觉得不一定要把旁白填满，你有时候用影像让你去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看的可能不一样。对，是啊，对啊，这其实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但是在电视做制作上，其实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就很难讲，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希望放更多的资讯进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来宣传，就陈述的写下去。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就让我一直想起这段不能剪掉。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个传播的，你要知道传播就是会这个，不管你怎么做，它都会有递减的问题。然后有时候我们试着去传递一个东西，然后别人要 pick up 什么，真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对，我觉得现在做节目就变成说，我们以前做节目都会希望对话的人包山包海，就是以前我们做收视率都是6岁到60岁嘛。对，我希望以前是这样。但你现在发现，在这资讯爆炸的年代，你不可能是做一个节目6岁到60岁都喜欢看，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反而会在选择对话的人。我觉得最后我们会接受说，你要想好其实你想要对话的人是谁，而不是你想要跟所有的人讲话。对，现在是分众市场的年代了，其实就是分众。那对传播做节目来讲，其实某部分像你做90集，你有时候很难跨越这一条，你就会觉得说，妈的，我做节目做那么累，我就是要所有人都要看，这就是不可能。对，还是会有这个期待的。对，你会有这个期待，但是我们做到最后就是说，好，没关系，我就变成你要能够至少你选择好你要对话那一群人，而那一群人是觉得你做得很好你不能说你要对话那一群人，就那一群人还觉得你做得不好，那就糟了。对，但是你至少你可以，你如果能够做到你要对话那一群人，那一群人都觉得你很好。就像我有时候跟学员讲，你要做个节目做到说苦瓜200吃，然后你只有针对喜欢吃苦瓜的人也 OK，就是你就是锁定喜欢吃苦瓜的人，非常分众的，非常分众，没有关系，小众对，但是你要做到极致啊，你苦瓜可以做200吃300吃，对不对？做到极致，做到你知道不喜欢苦瓜的都要看一下，对，都很好奇说，到底苦瓜有什么好吃？苦瓜为什么给我300吃，对不对？好吧，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沉睡的水下巨人到底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因为那些船其实它现在都是在水下躺在那边，对，它其实好像一个
巨人睡在那里，一个钢铁巨人睡在那边。而且其实很多的，我这一次拍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生态有关的沉船，所以都是生态性的沉船。那这些沉船很多都是军舰，那以前都是在海峡这边到处跑的，比如说他们本来都是钢铁巨人，那最后其实都是为了生态礁，所以被炸沉放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它切的真的很像沉睡的巨人，就躺在那里，然后变成人工鱼礁，然后变成一个生态的环境，对啊，所以其实我这支片子是在记录这一些事情。那你们有进去挖到宝过吗？那这生态礁能挖都已经在陆地上就已经弄走哦，因为他们当生态礁，他一定要做处理，他一定要把比如说一些机具要拆掉，然后要多挖洞。它鱼群可以通透嘛，然后有一些油污要去掉，所以其实都很干净。但我们倒是有发现一艘未知的沉船啊，我们有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去探索未知沉船，没有人跳过的，我们有跳到一艘当地人都不知道的沉船，那艘沉船非常非常大，断成一个中间碎掉，所以是2头尾，然后我们这样估算。头跟尾的距离应该有超快300公尺，虽然应该有300公尺长的一艘船，300公尺，很大。然后那艘船应该，我觉得我们在看应该应该有100年，然后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从哪里。但其实我们觉得很希望能够解密这艘船到底哪里来的，对啊。你觉得那个底下沉船会有那种里面会挖到什么一个保险箱，然后里面会有很多金币的那种，知道，但是文资局的文资法我们是不能去动，所以我们只能拍而已。对，规定现在的文资法里面有规定，我们是不能。那我们有通报，我们要通报，对。所以其实，但我觉得沉船是很有魅力啊，超有魅力的啊，我超爱看的哎。台湾其实沉船很多我每次跟人家说我在拍沉船，很多人都说台湾有吗？很多，但为什么这边会很多呢？是因为台湾海峡比较浅吗？其实有2个地方会很多，一个是澎湖啊，澎湖其实因为澎湖它刚好在台湾跟大陆的中间，对，还有你从台湾海峡其实过去就是航道嘛，从东南亚到日本，对，也会经过，对，其实蛮多船有经过，然后澎湖又暗礁多它很多的暗礁是在水下。然后呢，流很强，因为它是黑潮支流跟清潮在那边相撞，它流很强，所以你每次在风雨大的时候，然后天气很烂的时候，一不小心，然后那时候的船都是风帆，早期都风帆的，它的操控性没那么好，就很容易撞上去啊，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那边船难很多。然后第2个地方其实是在。现在应该算是现在的那个台南安平那里，因为在热兰遮城日志里面，以前在热兰遮城它那边是港口嘛，然后很多船都会在那边，光是热兰遮城日里面有记录很多船在那边沉没。问题是现在都变陆地了，所以那边你就你变成那船都埋在土里面了，所以你也找不到。所以现在其实最多是澎湖，那其他人工鱼礁就更多。我们在渔船的人工鱼礁盛放。好几百艘啊！那有些船根本没有人去过，我们跳下去，我们跳了2艘没有人去过的船，一艘是人工鱼礁，一艘是不知名的沉船。本来我们都是找鱼礁，但是就莫名其妙跳到那一艘，那些都很不一样。你们有潜水吗？没有，你都没有。水下那个感觉，每次像我们跳那个未知的那时候下去都有一种期待，然后下面突然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在前面。我感觉很特别，很特别，这一定很特别。这个听起来跟我们的节目前面在讲的是一样，就是探索未知。对，探索未知。然后里面通常没有人去过的船，鱼都很多，因为没有人干扰过，懂？没有被打过，所以就鱼很多。我很喜欢看那种考古节目，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阵子，他有一阵子都在看考古节目，每天都在看，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从海底里面，然后。捞出一艘船，然后在那个不知道里面会放什么东西我好喜欢这种未知哦。我觉得去沉船你是充满未知，而且有些船舱你进去那很特别，对船舱里面又一不一样的感觉，有人在船舱里面钻来钻去这样，好酷突然间碰到一只大石斑。我上礼拜的时候去中正舰后半段，然后我们因为很黑嘛，那我们顺着一条绳子从前半段到后半段，
然后到后半段以后，你说去哪里？中正舰在中正舰啊，然后到后半段的时候，灯你知道，突然间超大只的石斑在我面前这样飞过去，闪过去啊，那个很刺激啊，很刺激，很大。我好期待你遇到美人鱼哦。美人鱼要自己带。我是认真的啦，我每次都看好像真的有美人鱼耶，你会不会有一天遇到美人鱼？认真的，我认真的。认真的。对啊，这应该是我快往生的时候。看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美人鱼啊。那你觉得它长得什么样？是美的还是丑的？是怪的，是长得像鬼的那种，就是长得很畸形的那种美人鱼。对啊，我觉得。那我应该没什么兴趣。我有。好烂哦！再见啦！我们在陆地上找美人鱼就好了，陆地上比较好。好了，拜拜！感谢今天白叔来我们节目，喝酒。谢谢。